大家好，上一次比特币价格达到 25K 左右，跟朋友们分享了一些关键信息，并提到这一张图表，比特币是又有一个看涨楔形上涨的形态，合约做多我们拿到现在，但是这几天比特币价格却又不涨了，有些朋友也在怀疑比特币的第二个底部，不然今天就利用这一张图表来聊一聊为什么比特币目前在筑第二个底部，裸 K 里面有哪一些线索散户总是容易忽略掉的，包括历史上给大家猜对的几个底部，我是感觉现在的散户跟之前的一些底部位置散户的心态是非常的像啊，里面有哪一些知识，等下来跟大家讲解。如果你喜欢本视频，帮我们点赞、订阅、加小铃铛，或者新粉丝也可以留意我们 Discord 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的蜡烛有哪一些线索啊，知识有分好几点。首先有一点就是比特币至 32K 的高点跌下来，它在低点的位置很多人可能忘记了，就这几天的下跌可能把低点的这一些多方抵抗的 K 线组全部忘得一干二净，就类似比如这个位置比特币跌下来，多方抵抗 K 线组它在跌的时候，散户一般会忘得一干二净，其实都是主力在骗线。包括当时在这个区间的时候就跟大家讲，下跌恐慌低点的位置很多指标也是非常超卖，这个我们撇开先不管，我们就单看裸 K 的形态，一根下跌，第二根多方抵抗，或者这个位置下影线也是多方抵抗的 K 线，然后这个位置是一个多方的吞噬，或者是后面下影线，它这个也是多方抵抗的吞噬，包括这个位置下去的时候有一个下降楔形，跟大家讲有可能这个位置不一定会破得下去啊。第二根又马上来了一根多方吞噬或者是插入的 K 线，所以在低点的位置有成片的多方抵抗的 K 线，4个小时里面是更多，等下来跟大家探讨一下。那昨天这一根下跌视频有跟大家讲到，如果是一个空方的市场，它应该要继续往下升跌哦，但是昨天又出了一根多方抵抗的 K 线，这两根是一个拇指线啊。所以我的观点，像这种多方抵抗的 K 线，你要记住，有可能主力在这个位置，它从 K 线里面会留下痕迹啊。虽然在当下的短线里面来看，或者是这一根下跌，有没有可能再下去，也是不排除有可能，它在这个位置是不是一个箱体，或者这下面一个箱体，它有没有可能再挖坑，后面会不会启动？但是就短线来看，明显的观察，这又是一根多方抵抗的 K 线，我的观点也不排除它在这个位置这，如果弱势一点的话，有可能会再一次挖坑，或者是后面重心在低点的位置，会不会再出多方抵抗的 K 线，吞噬也好，或者是拇指线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比如说什么反折线也都可以，但是在币圈里面是看不到一些反折线啊。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前面的一些位置，比如说在今年的5到6月份也是一样，从高点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些区间也是成片的多方抵抗，这是一个塔形的结构啊。它虽然收盘价是留了上影线，不是很标准，不过后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一个拇指线，也就是前面一根大跌，第二根马上来了一根多方抵抗的 K 线。按正常空方的空头的经验，它第二根一般要重心继续往下跌，那你可以看一下，就是成片的多方抵抗的 K 线。成片的多方抵抗的吞噬，但是出这种多方抵抗的 K 线，代表主力就会马上往上拉吗？不一定哦，它有可能需要一些环境或者是时间来配合，整理到位，甚至在挖坑，有可能才会启动一波大涨的行情。或者是我们可以看一下更早之前，比特币在 15K、16K 的底部，一直跟朋友们讲，你不要去怀疑，因为我是感觉跌了1年多。时间是非常的长，或者是后面在低点的位置，这边也是有成片的多方抵抗，暴跌第二根马上来了一个插入线，但是它会马上拉上去吗？不会哦，它有可能在这边会利用时间继续吸筹，像这些低点的位置，筹码就是全部被主力给买走。我们可以看一下主力在这个市场里面有没有留下痕迹，下跌有可能散户就在看跌，但是忘了前面这边有一个多方抵抗的 K 线，主力在这个区间里面，他想制造出什么样的价格都可以，他想拉的多高，或者他想打压的多低，因为散户认为的市场就只有涨跟跌，他忘记了
还有盘整啊。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在 15K、16K 的底部，天天在市场跟朋友们唱多，跟很多散户说你要买比特币，要赶快进场买，因为从 K 线里面有看到主力他买盘留下的痕迹，或者是后面在这个位置时间整理到位，他就往上启动一波大涨的行情。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更早之前也是在2021年的这个区间，当时也是很多散户在怀疑，从一个波段跌下来，这一根 K 线马上就来了一根多方的插入线。当时从这个位置开始跟很多朋友讲，不一定跌得下去，你应该买，但是买完它也不一定会马上涨啊，它就是在这个区间，可以很明显的观察主力留下的痕迹。一根下跌是不是有人在接货，多方吞噬，但是会马上涨吗？不会啊，它需要在这边不断的洗盘，或者是后面最后在这个位置，它重心也是会下移哦。所以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比特币的主力它是很喜欢制造重心下移的 K 线。我们可以看一下，在2021年的这个区间，整理时间到位，最终在这个位置挖坑，或者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当时 FTX 交易所，就是这个位置整理的区间 ，FTX 交易所事件挖了一个坑，然后在挖坑的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也是在这个区间又一次重心下移，把这个低点给跌破，挖了一次坑，然后再上去它还会制造重心下移，在这个又稳的一个区间，然后重心就开始往上。包括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在今年的6月份也是一样，这边的一个区间又制造了一个重心下移、挖坑陷阱的位置，最终价格又往上拉。所以现在的位置很明显的观察， 25K 也是来了一个重心下移、挖坑的位置，现在上去，那短期有没有可能马上涨也不一定哦。我的观点，有可能它还是在这个区间震荡，或者是它有没有可能回到这个区间，也是不排除有压回来。我希望朋友们你要站在买方。我的观点，主力留下的痕迹 K 线的痕迹这么多，如果是下跌的市场，这一根 K 线昨天不应该收拇指线啊，它应该要继续往下跌。当然这2天也是不排除它如果这边是一个 N 型的转折再继续往下也是有可能。但是我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昨天这一根 K 线主力释放的信号，我这边是有多方在抵抗，就算后面重心再下去，我的观点它也是在底部筑底的区间，时间到位也不排除有可能最终会往上突破。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在 25K 的低点，就是这个大箱体的区间，量价的形态我们很明显的观察，上涨有量，下跌缩量，上涨有量，下跌缩量，上涨有量，现在下跌是不是在缩量？所以在区间震荡的形态，量价是非常的健康，不要去看空这个比特币。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4个小时的技术形态哦。我们首先观察一下 25K 到 26K 的整个区间，很明显的看一下量，是不是都是涨的时候有量？有量有可能就是有人在这边继续接货，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下跌的一些低档的位置，比如说像这些下跌低档的位置出的一些卖方的量，现在价格是在这个上方，所以我的观点，这些卖方的量是被主力给接走，但是它有可能整理时间没到位，也不排除它会不会继续压回。希望朋友们尽量留意一下，就是这个区间有很强的一片支撑区哦，就是这个压回的区间为什么撑在这个位置？留意一下，当时这边是有成片的多方抵抗，吞噬，或者是吞噬，这个是拇指线嘛，包括这个也是拇指线，这边也是一个插入线，或者是插入线，都是多方抵抗的 K 线，它这边有成片的多方抵抗的 K 线组，所以到底有没有可能整理到位？会不会有一次挖坑到这个位置？如果有挖坑，应该要站在买方。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 New 2。